歡迎嚟到懸疑檔案。2003年8月28號下晝2點28分，一名中年男子行入咗位於賓州 Erie 市嘅 PNC 銀行。佢着住一件白色嘅 T 恤，心口前面有一個大大嘅英文字 Gas。衫領下邊有異物凸起，睇起嚟好似喺心口前邊收埋咗一啲嘢。右手仲撐住一支造型古怪嘅黑色拐杖。佢行到櫃台前面，遞咗一封信俾銀行職員，上面寫住密密麻麻嘅文字，內容大概係話：我嘅身上有炸彈，你哋有15分鐘喺金庫度攞出25萬美元，唔准報警，如果唔係我就引爆炸彈。為咗證明自己真係有炸彈，佢拉低咗衫領，向職員展示咗自己條頸嘅頸圈炸彈。女職員讀完封信之後，冷靜咁對住後邊嘅同事嗌咗一聲 Audrey。事實上，銀行入邊並冇一個叫 Audrey 嘅職員，呢個係銀行嘅內部暗號，代表有人打劫。呢個時候，一位職員偷偷報咗警，而另一位職員就行到櫃台前面，話俾劫匪知金庫嘅鎖匙並唔喺佢哋嘅身上，並喺櫃台度收集咗8700美元嘅現金，裝咗落個袋交俾劫匪。正常嚟講，8700美元同埋25萬美元差天共地，劫匪應該唔會輕易妥協。出乎意料嘅係，劫匪似乎一啲都唔在意，佢滿意咁岌咗頭，拎走咗個袋，仲喺櫃台度拎咗一支波板糖擺咗入口，神情自若咁行出銀行，揸車離開。奇怪嘅係，劫匪拎咗錢之後並冇即刻逃走，佢反而揸車嚟到咗銀行附近嘅麥當勞，喺花槽度認真咁翻住入邊嘅石頭。冇幾耐之後，警方就趕到咗現場，將劫匪包圍，並為佢上咗手銬。呢個時候，劫匪話俾警方知自己條頸有炸彈。當時警方並冇將劫匪嘅說話當做一回事，直到警方將劫匪嘅衫領展開，先至知道佢並冇講大話。於是警方馬上撤退到安全嘅距離，封鎖咗現場，並聯絡咗拆彈專家。呢個時候，大批媒體已經嚟到咗現場，並開始進行新聞直播。當地一間披薩店嘅老闆喺睇到電視新聞之後，感到非常驚訝。畫面中嘅劫匪唔係就係佢哋嘅員工 Brian 咩？案發當日下晝1點半，披薩店接到咗一個外賣訂單，但係送餐嘅地址就講到唔清唔楚。由於 Brian 係一位經驗豐富嘅送餐員，所以老闆就叫 Brian 接咗呢張訂單。佢啱啱先至出去送披薩，點解一轉個頭就變成咗劫匪？喺等待拆彈專家嘅同時，警方同 Brian 展開咗對話。Brian 同警方講，佢將披薩送到訂單上嘅地址，到咗目的地之後，先至發現嗰度根本就冇住宅，只有一個電視信號塔。雖然佢當時覺得自己一定係俾人整蠱，但係佢都係決定落車睇下。行咗冇幾步路，一個黑人就唔知道喺邊度行咗出嚟，用槍指住佢，而另一個黑人就將頸圈炸彈套咗喺佢條頸度，並同佢講，要解開炸彈就必須跟住紙上嘅遊戲規則尋找鎖匙。喺呢個命懸一線嘅時刻， Brian 睇起嚟好冷靜，佢仲問咗警方有冇通知佢嘅老闆。比起擔心炸彈爆炸， Brian 似乎更擔心佢會冇咗份工，所以警方當時亦都曾經懷疑過 Brian 身上嘅炸彈係假嘅。時間1分1秒咁過去，拆彈專家仲未嚟到現場。下晝3點18分，Brian 條頸嘅炸彈開始發出咗嗶嗶聲，計時器開始倒數。
呢個時候，原本亦都唔相信炸彈會爆炸嘅 Brian，先至察覺到事情嘅嚴重性。佢開始變得不安，仲嘗試要掙脫條頸嘅炸彈，但係計時器上嘅嗶嗶聲變得越嚟越急速，最終嘭一聲爆炸咗。46歲嘅 Brian 當場身亡。喺炸彈爆炸嘅3分鐘之後，拆彈專家先至趕到咗現場。喺確認現場安全之後，警方先至開始進行搜證工作。佢哋喺 Brian 架車度發現咗佢之前帶入銀行嘅黑色拐杖。經過鑑定之後，證實呢支拐杖係一支改裝過嘅槍。另外，警方亦都喺車入邊揾到咗一份長達9頁嘅遊戲指示。呢份指示唔單止指導咗 Brian 應該要點樣打劫銀行，仲詳細咁列出咗注意事項，包括要用乜嘢方法，同埋要講乜嘢對白等。根據指示， Brian 喺打劫銀行之後，必須去到附近麥當勞嘅花槽入邊尋找下一步嘅指示。咁亦都解釋咗點解 Brian 喺打劫銀行之後冇第一時間逃走，反而去到麥當勞嘅花槽度翻石頭。 Brian 必須根據指示完成一系列嘅任務，先至可以揾到解開頸圈嘅鎖匙，解救自己。如果違反規則，或者冇辦法喺限時之內完成任務嘅話，炸彈就會爆炸。之後，警方根據指示嚟到咗遊戲嘅下一個地點。佢哋喺呢度揾到咗提示。當佢哋到達終點站嗰陣，嗰度放住一個罐，但係入邊就係空嘅，根本就冇鎖匙。警方相信呢場遊戲嘅策劃者其實一直都喺度暗中觀察 Brian 嘅行蹤。當 Brian 被警方捉住之後，策劃者即刻就去到終點站將鎖匙拎走，目的就係要令 Brian 死無對證。更加恐怖嘅係，警方發現就算 Brian 喺遊戲途中冇被警方捉住，佢亦都絕對冇可能喺限時之內完成呢場遊戲。換句話講，由 Brian 戴上頸圈嘅嗰一刻開始，佢嘅結局就注定係死亡。由於呢份遊戲指示係先打印出嚟，再用紙印喺上面抄出嚟嘅，所以冇辦法喺字跡上獲取有用嘅線索，而策劃者亦都冇喺紙上留低指紋。值得留意嘅係，指示上面嘅文字多次使用咗 "we" 呢個字，講明策劃者應該超過一個人。雖然頸圈炸彈已經爆炸，但係大部分嘅零件都冇被炸碎。專家將炸彈嘅零件砌好，基本還原咗炸彈嘅構造。呢個炸彈有4個鎖匙窿同埋一個密碼鎖，內部有2個廚用計時器同埋一個電子計時器。最令人哭笑不得嘅係，呢個炸彈竟然仲附上咗說明書。譬如話剪斷某一條電線，炸彈就會爆炸，同埋用乜嘢方法可以重置計時器等。雖然呢個炸彈係用舊零件製作嘅土製炸彈，但係炸彈就設計得好精密，需要一啲專業嘅機械先至可以製作出嚟，講明炸彈製作者有非常專業嘅手作技巧。但係呢場死亡遊戲嘅目的係乜嘢？到底係邊個同 Brian 有住深仇大恨，要以咁殘忍嘅方式將佢殺死？於是警方對 Brian 展開咗背景調查。46歲嘅 Brian 喺高中輟學之後，曾經做過汽車維修人員，而家係一位送餐員。佢已經喺披薩店工作咗10年。老闆同同事都將佢形容為一個勤力可靠嘅員工，佢從來都唔會遲到，而唯一一次遲到嘅原因係因為佢嘅愛貓過咗身。喺拎到搜查令之後，警方搜查咗 Brian 嘅屋企。Brian 嘅包租婆話俾警方知，Brian 為人和善，
佢係一位貓奴，喺屋企度養咗幾隻貓，好中意玩報紙上嘅填字遊戲。如果冇辦法破解謎題，佢仲會感到好失望。之後，警方喺屋企度揾到咗一本寫滿咗當地妓女嘅名同埋電話號碼嘅記事簿。不過呢樣嘢對於一位中年嘅單身男子嚟講，亦都好正常，睇起嚟同本案冇乜嘢關聯。之後，警方嚟到咗 Brian 最後送餐嘅地址調查。電視信號塔嘅位置非常偏僻，警方喺碎石路度發現咗 Brian 嘅車胎印同埋佢嘅鞋印，證實佢案發當日的確嚟過呢度。而當日訂外賣嘅電話係喺附近油站嘅公共電話亭打出嘅，嗰度冇閉路電視，所以冇辦法得知打電話嘅人係邊個。由於警方手上所掌握到嘅線索唔多，案件慢慢咁行入咗死胡同，直到3個禮拜之後，一通睇似毫不相關嘅報警電話，為呢單案帶嚟咗一絲曙光。2003年9月20號，一個叫標嘅男人打電話報警，話自己屋企車房嘅冰櫃度收埋咗一條屍。警方即刻趕到咗標嘅屋企。果然喺堆滿機械工具同埋雜物嘅車房度，發現咗一個藏住屍體嘅冰櫃。標同警方講，冰櫃入邊嘅死者係 James， 而兇手就係一個叫 Marjorie 嘅女人。講到 Marjorie， 佢其實係標嘅前女友，佢哋喺60-70年代拍過拖，仲訂過2次婚。不過最後因為各種原因而冇辦法走到最後。Marjorie 係屋企嘅獨生女，家境富裕，佢天資聰敏，智商好高，係學校入邊嘅高材生。但係佢喺青少年時期就開始患上咗各式各樣嘅精神疾病，佢嘅情緒飄忽不定，經常疑神疑鬼，搞到自己瘋瘋癲癲咁。之後 Marjorie 就化身成為黑寡婦，同佢喺埋一齊嘅男人都不幸離世。1984年 Marjorie 對住瞓喺梳化度嘅丈夫連開6槍，對方傷重身亡。而 Marjorie 就喺法庭度不斷控訴自己被丈夫家暴，最終法庭裁決 Marjorie 自衛殺人，無罪釋放。1992年Marjorie 嘅下一任丈夫喺屋企度跣親，導致顱內出血，不幸身亡。雖然警方當時有懷疑過 Marjorie 就係兇手，不過呢單案最終都係以意外結案。直到而家 ，Marjorie 又開槍殺死咗自己嘅男朋友 James。Bill 向警方坦白，佢喺8月中收到咗 Marjorie 嘅電話。Marjorie 同佢講，佢啱啱同居10年嘅男朋友 James 發生咗激烈嘅拗撬，佢一怒之下就開槍將 James 殺死咗，並要求 Bill 過嚟幫佢處理遺體同埋清理現場。作為 Marjorie 嘅舊情人， Bill 答應咗佢嘅要求，佢將 James 嘅遺體收埋喺自己車房嘅冰櫃度，幫 Marjorie 清理咗現場，仲將作案用嘅散彈槍燒毀咗。Marjorie 亦都喺事後俾咗佢2000美元嘅報酬。之後 Marjorie 又時不時要求 Bill 幫佢分屍，呢個要求成為咗砸冧 Bill 嘅最後一條稻草。藏屍已經係佢嘅極限，佢冇辦法接受分屍。喺忍無可忍嘅情況之下， Bill 先至會選擇報警。Bill 仲提到，佢喺幫 Marjorie 藏屍之後好有罪惡感，佢食唔安瞓唔落，甚至仲留低咗一封遺書，打算輕生。警方亦都喺 Bill 嘅屋企度揾到咗一封遺書，亦都係呢封遺書將兩單睇起嚟毫無關聯嘅案聯繫咗一齊。Bill 喺遺書度寫到，呢件事同 Brian 單案冇關聯，車房冰櫃入邊嘅遺體係 James， 我冇殺佢，亦都冇參與。
我對唔住所有關心我嘅人，我令佢哋失望啦。好抱歉，我留低咗呢個爛攤子俾你哋。遺書嘅第一條簡直就係此地無銀300兩，直接證明咗自己同頸圈炸彈搶劫案有關。59歲嘅彪係一位雜工，喺學校兼職做勞作課導師。佢精通多種語言，認識佢嘅人都話佢好聰明。佢有好強嘅手作能力，屋企亦都有好多機械同埋工具，絕對有能力製作出頸圈炸彈。最巧合嘅係，彪嘅屋企非常接近 Brian 去到送外賣嘅電視信號塔。彪喺報警之後就被警方扣留咗，而 Marjorie 就喺第二日被警方逮捕。Marjorie 對於謀殺 James 一事死口唔認，仲嘗試將責任推到彪嘅身上，而彪就表示自己只係收錢做嘢，並冇參與殺人。佢亦都對頸圈炸彈案隻字不提，堅決表示自己同呢單案無關。2004年7月，彪因為淋巴癌離世，終年60歲。2005年1月，Marjorie 承認咗謀殺 James 嘅控罪。佢表示自己當時受到精神病嘅困擾，喺精神錯亂嘅情況之下，先至會錯手將 James 殺死。最終，Marjorie 因為謀殺而被判7至20年有期徒刑。雖然 James 單案已經告一段落，但係頸圈炸彈案嘅調查工作仲喺度進行緊。到底 Marjorie 係咪幕後黑手呢？2005年4月，喺 Marjorie 入獄嘅3個月之後，佢因為冇辦法忍受監獄嘅生活，而要求要同負責頸圈炸彈案嘅 FBI 探員見面。佢願意提供呢單案嘅線索，以換取被轉移到另一間條件比較好嘅監獄服刑。Marjorie 表示，頸圈炸彈案嘅主謀係彪。佢雖然知道咗成個計劃，但係佢並冇參與呢單案，最多只係提供咗2個廚用計時器俾彪製作炸彈。Marjorie 仲提到，當日被炸死嘅送餐員 Brian 其實亦都係同謀。雖然 Marjorie 嘗試同呢單案撇清關係，但係 FBI 亦都喺 Marjorie 嘅獄友嗰度獲取咗一啲重要嘅信息。呢位獄友表示， Marjorie 曾經多次談論到頸圈炸彈案嘅細節。佢提到自己測量咗 Brian 嘅頸圍，確保炸彈嘅尺寸適合佢。佢亦都曾經提到佢殺死 James 嘅原因係因為 James 要告發佢哋。幾個月之後，案情有咗重大嘅突破。有線人同警方報料，一個叫做 Kenneth 嘅男人亦都同呢單案有關。Kenneth 係一位毒販，佢好中意釣魚。Marjorie 就係佢喺釣魚嗰陣認識嘅釣友。呢個時候 Kenneth 正因為販毒罪而喺監獄服刑。FBI 嚟到咗監獄向 Kenneth 問話，為咗減刑， Kenneth 決定同警方合作，講出成件事嘅來龍去脈。Kenneth 話俾 FBI 知 Marjorie 先至係呢單案嘅幕後主腦。我哋之前提到 Marjorie 嘅家境富裕，正常嚟講應該係唔休食唔休着，點解需要去打劫銀行呢？ Marjorie 喺青少年時期開始就患上咗各種精神病，控制欲亦都越嚟越強。雖然係咁，但係作為屋企嘅獨生女，父母依然非常痛錫佢，亦都會盡量滿足佢嘅要求。1984年 Marjorie 因為殺害丈夫而被告上法庭，雖然最後無罪釋放，但係呢一件事亦都令爸爸 Harold 開始意識到係自己對個女過度溺愛，先至會造成佢咁無法無天。所以 Harold 決定切斷個女嘅經濟來源，唔會再俾錢佢啦。自此之後，兩父女嘅關係急轉直下。直到2003年
Marjorie 嘅媽媽過身之後， Harold 就做出咗一個重要嘅決定，唔會留低任何遺產俾個女。據稱 Harold 當時嘅身家有180萬美元，佢開始揮霍自己嘅財產，唔理係朋友定係鄰居問佢攞錢，佢都來者不拒，一啲都唔孤寒。Harold 嘅呢個舉動徹底咁激怒咗 Marjorie， 眼見原本屬於自己嘅遺產就快被爸爸使到1毫子都冇啦，於是佢決定要賣兇殺父。有一日 Marjorie 喺釣魚嗰陣向 Kenneth 提到咗賣兇殺父嘅計劃。當時 Kenneth 表示只要 Marjorie 俾佢25萬，佢就會幫佢將爸爸殺死。Marjorie 答應咗佢嘅要求，但係當時 Marjorie 嘅生活已經入不敷出，佢根本就冇辦法拎出咁多錢，所以佢決定要打劫銀行。我哋之前提到，警方喺 Brian 嘅屋企度揾到咗一本寫滿咗妓女嘅名同埋電話號碼嘅記事簿。記事簿上有一個叫做 Jessica 嘅妓女。Jessica 本身有毒癮，而 Kenneth 就係一位毒販。當佢同 Brian 發生關係之後， Brian 就會將佢載到 Kenneth 嘅屋企度，而 Jessica 就會用啱啱賺到嘅錢同 Kenneth 買毒品。所以 Brian 同 Kenneth 其實係互相認識㗎。Marjorie 認為 Brian 容易被操控，而且仲中意玩填字遊戲，所以就為佢度身訂造咗一場尋寶遊戲。只要佢喺限時之內過關，就會得到獎勵。根據 Kenneth 嘅講法，總共有7個人參與咗呢個計劃，包括主謀 Marjorie 嘅現任男友 James， 前男友 Bill 嘅同屋主 Floyd， 披薩送餐員 Brian 嘅同事 Robert 同埋佢自己。不過 Robert 喺案發嘅3日之後就因為服食過量毒品而死亡。2003年8月27號，亦即係案發嘅前一日，佢哋仲開咗一次會，討論聽日嘅行動細節。當時 Marjorie 嘅男朋友 James 並冇出現，其他人唔知嘅係 James 當時已經係一具冷冰冰嘅遺體啦。案發當日， Bill 喺油站嘅公共電話亭打電話訂披薩，然後佢哋就去到 Bill 屋企附近嘅電視信號塔等待 Brian。 冇幾耐之後 Brian 到咗現場。Floyd 拎出頸圈炸彈套喺 Brian 條頸度。 Brian 當時覺得有啲唔對路，仲嘗試想要逃跑，不過最後都係被強行套上炸彈。 Marjorie 同佢講，嗰個只係用嚟打劫銀行嘅道具，並唔會爆炸，所以 Brian 喺案發當日先至會咁鎮定。 Marjorie 仲同 Brian 講，如果唔好彩被警察捉到嘅話，咁就同佢哋講自己被幾個黑人威脅，按照遊戲指示去打劫銀行。之後佢哋為 Brian 套上咗一件白色 T 恤遮掩炸彈。 Marjorie 仲俾咗佢一支改裝過嘅散彈槍，跟住 Brian 就被逼跟住指示開始咗呢場尋寶遊戲。而 Marjorie 同 Kenneth 就一直喺附近用望遠鏡觀察住 Brian 嘅一舉一動，直到炸彈爆炸。針對 Kenneth 嘅證詞， Marjorie 堅決否認自己參與咗呢個計劃。佢表示自己唔認識 Brian， 亦都從來冇見過佢，直到睇到新聞佢先知道呢一號人物。不過陪審團並唔相信佢嘅講法，最終 Marjorie 被控持械搶劫、串謀搶劫同埋喺犯罪中使用破壞性裝置3項罪名全部成立，判處終身監禁。Kenneth 喺庭上承認咗搶劫銀行同埋協助教唆罪，獲刑45年。不過由於佢積極配合調查，供出案件主謀，所以刑期被減至22年半。
另一位同謀 Floyd 就因為提供證詞而獲得起訴豁免權。2017年 Marjorie 因為遇癌而喺監獄過身，終年68歲。2019年65歲嘅 Kenneth 因為糖尿病併發症而喺獄中過身。2022年 Floyd 亦都因病過身，終年75歲。呢單案已經正式告一段落，唯一嘅爭議就係 Brian 係咪真係參與咗計劃，抑或佢真係只係一個人質。無論如何，呢場遊戲始終都冇任何贏家。